士的 EQE 300是我拥有的第一台电动车。被宾士的 E300吸引，然后才到展间去看车，然后试完之后发现好像动力不大适合我，然后就推坑我4成的那个43的电动车，就发现它的那个马力真的是非常够，非常适合我个性。看了那个 EQE 的照片，哇，好美啊！就赶快订车了。我那时候也是跟杨哥一样，我也是看了影片，然后看了照片，就直接先订了。这也是我的第一台电动车，第二台也会是电动车。但是真的宾士因为雨刷会跳。对，我觉得没什么两样，就差不多，而且我觉得可以很无缝的入手。它就插在张工长讲的要充电，但是呢，它又没有油车的那个引擎的那种噪音声或者是抖动。每次大家碰面我就开，他们就对我的车很好奇啊。每到缴税的日期的时候，我们这0，他们加油就聊天，你那个发票加油的发票统编啊，没有呢。为什么要加油？这又给他们另外一次的那种震撼。身边的人都是精打细算。他说这不用钱，那不用钱，叫业务来签单吧。我很喜欢安静的感觉，就我喜欢静静的开车，喜欢静静的听音乐这样。很直觉怎么做的？而且很多人买电动车，没有买的人，他们都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里程可以跑多少？啊，充电怎么办？他们就为什么就是会有里程焦虑？可是呢，如果你选择了宾士的电动车，基本上你不会有这个焦虑，因为 EQE 它这个里程跟其他的竞品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算是在很前端班的。它的预估值非常非常准确，准确到我最近一次就是我们的车聚完之后，它的预估值是我从那个竹东开回那个台北内湖，差不多是要84公里。然后它上面我只剩下164公里可以开，然后就想说，那我就脚都不踩了，直接定速了。结果我开到内湖的时候，居然真的还剩下大概80几公里的那个剩余的里程，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体验让我觉得真的好精准啊！我的电量最低是1%，我住新竹，然后常常回高雄，我1桶电可以来回新竹跟高雄。1%有没有什么小亮点出现？有，它大概在5%到3%左右，小乌龟就出来了。就出来见你，小乌龟出来其实也没什么，他跑他的，我还是觉得绰绰有余哦。我回去之前一定是 OK 的。我觉得他给我的那个稳定性是让我非常有信心的，而且是不断的一直在加分。转弯、雨天、伸缩缝，很明显优势是全部都跑出来。我的朋友来搭我的车子都是一上车满满的仪式感。走接近你的车子门把这个自动亮起。伸出来，打开门的时候会有投射灯在地上迎接你，一进去就觉得这台车子里面好亮好宽敞。那坐我的车子就是一个满满的仪式感，就很直觉反应啊，这个尾灯就是帅，就是好看啊。那个就是每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，尤其是女生我有发现一定就拉着她男朋友说，那什么车啊？因为那个尾灯就是真的很美，对啊，这就是一个很值得买的地方。因为女生嘛，总是买外观嘛，买美学嘛。我觉得每次上 EQE 给我的感觉，第一个感觉是好享受，在里面好安静，然后把车门关起来，甚至都不要放音乐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车上可以安静下来，因为突然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声音了，非常好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接触电动车，它给我停下来的机会。我们以前开油车我只为了到目的地缩短时间就好，然后我中间会错过很多的风景。电车这个部分，你不得不停下来，你发现其实你的人生的步调是可以慢一下。我觉得开电动车给我最大的是一个空间，就是杨哥讲的一个有自己私人的一个空间，私人自己的空间。但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推荐我一些朋友，就跟他说，如果你喜欢宾士这个品牌，也有想要电动车，那你应该要来试试看 EQ， 因为你试过之后，其实也不用我多讲，你试了你就会喜欢上它，就是因为你喜欢宾士，那 EQ 给你，它就是一台真的宾士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纯电的一个平台。